如果明天醒来，你手机一解锁，指数已经在一天里蒸发了1/5，你会怎么做？割肉、硬扛，还是直接关机？1987年10月19日，美国人没有选择的余地。这一天被写进教科书，黑色星期一。道琼斯工业指数在6个半小时里暴跌 22.6%， 刷新美国股市史上最大单日跌幅。那不是跌，它像电梯钢索直接被剪断，屏幕上只有毫无尊严的直线下坠。这场暴跌并不是凭空出现。5年前，美国刚从滞胀时代的阴影里冲出来，里根减税，军费扩张，华尔街被推到聚光灯下。1982到1987，道琼从770点飙到2700多点，5年翻4倍。媒体说这是新时代，投资者说这次不一样。可台上繁华，台下隐患，高估值、双赤字，财政与贸易赤字并行，美元走软与高利率掣肘，资金随风摇摆。更致命的是当时新兴的程式化交易与所谓投资组合保险，一句话，跌了就自动卖。听上去像安全带，实操起来却是加速器，价格一破线，程序集体触发卖单，越跌越卖，越卖越跌，市场微小的波动被放大成雪崩。官方调查，布雷迪委员会后来直言，投资组合保险与程式化卖单显著放大了抛压，这也是之后美国引入熔断机制的直接理由。10月19日开盘，坏消息挤成堰塞湖，经济数据不佳，汇率承压，前几日已连续回落。程序开始工作，指数加速度下滑。交易大厅电话爆掉，报价屏幕疯狂刷新，做市商报不出价，流动性瞬间蒸发。当时美国还没有熔断，所有人只能在全程在线的崩溃里目送曲线坠毁，收盘负 22.6%。这是一次机制加人性的共振灾难，机制推人下坡，人性把人踩扁。连锁反应随即在地球表面扩散。伦敦2天跌去约1/4，香港直接拉闸停市4个工作日，再开门已是断崖式下挫。监管与保证金管理的缺陷在高杠杆的期指市场被放大成系统性风险。东京、新加坡、悉尼无一幸免。美国的幸运在于反应够快，美联储公开承诺提供流动性，市场信心止血，不到2年，主要指数回到危机前区间。制度层面也迅速补课，1988年开始建立多级熔断，跌到一定幅度就强制冷静，成为后来全球市场的标配。镜头切到台湾，你会看到另一种速度与温度。1980年代中后期，台湾制造业火力全开，外汇存底飙升，资金没有出口，股市自然成为万川入海。行情最开始是基本面的胜利，很快就变成全民的狂欢。1986年 TIS 首次突破1000点，1987至1988两年间，年涨幅分别超过 125% 与 118%， 这是把赚钱写进日常生活的速度。证券行门口摆满小板凳，电台滚动播报股价，菜市场聊的是哪只涨停，办公室里翻报纸找红字。泡沫的空气来自3根吸管，一是估值与盈利脱钩，股价涨得比企业利润快得多；二是制度不健全，当冲盛行，内幕横飞，信息极不对称，消息股比财报更有号召力；三是政策与资金的拉扯，监管层担心过热，尝试降温。1988年，财政部长郭婉蓉提出对证券交易获利课税，结果你可以把它看成一次小型压力测试，市场连跌19天，从7000多点被打到5000点下方，投资人围堵抗议，社会情绪瞬间点燃，随后政策退让，泡沫继续鼓胀。1989年6月19日 TIS 首次收在万点之上，10105点，香槟在交易时段就被打开了。进入1990年2月10日收盘，创下约12495点的历史高位，不少资料同时记载历史高位约12682点，差异多源于收盘盘中与当时口径差别，
这在全球历史上都称得上直上云霄。热度的体感是什么？是股票等于印钞机被当成日常逻辑，是有人卖房借高利贷进场，是人人买股人人赚钱的叙事压倒一切怀疑。可是有一个经验法则永远有效，当市场里充满这次不一样的时候，它通常还是一样。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用机智与人性给了世界一记闷棍，1990年之前的台湾则把全民情绪如何把泡沫吹到极致演绎到了艺术级。下一幕会发生什么？你已经能感觉到，当资金回笼，政策刹车，主力撤退，速度会有多快，疼会有多深。1990年春节后，狂热的气氛开始转凉，高点已见，主力资金撤退，监管层收紧融资，外围美国升息，流动性从充裕转向紧张。开年没几周，行情开始下挫，散户还在自我安慰，跌一点很正常，等会就涨回去。可指数一路下破心理关卡，跌速比涨速更快。2月10日触顶约12495至12682点后，台股掉头下坠，半年时间跌去超过2%，到10月12日收在约2485点，跌幅超过80%。数字很抽象，换成直观的画面，高点投入100万，到谷底可能只剩不到20万。行情崩盘的节奏是心理防线一层层被击穿。最初是不怕，这是回档，接着是先撑一下会反弹，再来是不能卖，卖了就亏，到最后已不是卖不卖的问题，而是根本没人愿意接盘。成交量急动，股价像自由落体，散户眼睁睁看着财富灰飞烟灭。证券行门口的气氛从庙会般的喧闹变成哭喊与沉默，有人彻夜守在大盘黑板前，盯着一个个跳水的数字发呆，有人抵押房子追高，最后房子也没了。报纸和电视新闻几乎天天报道因股灾轻生的案例，跳楼、自缢、服药，这不是冷冰冰的数据，而是一条条家庭的断裂线。那几年，台湾社会弥漫着一句苦涩的口头禅：股票是提款机。不，股票是绞肉机。政府也被推到风口浪尖。1988年证券税风暴已经尝过民意反弹的厉害，这次更不敢再硬碰。可制度缺陷显而易见，当冲无约束，内幕横飞，市场没有任何安全法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股灾之后，主管机关才逐步补上漏洞，设定每日涨跌幅限制，最初10%，避免单日自由落体；引入分盘交易与交割制度，抑制当冲过度放大波动；强化公司信息披露与审查，打击消息股文化。这些措施让台湾股市逐步规范，但对那一代散户而言，伤口早已无法愈合。有人终身不再碰股票，有人负债累累过了大半生。1990年被称为全民股灾，不是夸张，而是每个阶层几乎都有人中招。整个过程像是一场集体噩梦，3年20倍的暴富幻觉，在不到1年里被完全吞噬。速度快得像魔术，残酷得像战场。有人说，那几年台湾证券行门口的景象，就像把人间百态浓缩进一栋小楼，上午欢呼，下午哭喊，晚上有人没能回家。回头看1987年的美国，1990年的台湾，其实是同一本剧本的不同版本。场景不一样，演员不同，但主题惊人一致，繁荣过热，机制脆弱，情绪失控崩塌。美国那次是制度创新反噬，所谓投资组合保险原本是降低风险的工具，却在关键时刻成了引爆器。台湾那次则是全民投机，政策半放半收，
结果像在火山口上烤肉，最后整个岛被火山吞没。两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市场不是被杀死的，而是自己先走火入魔。那和现在比呢？2020年之后的世界一样经历了狂热与泡沫。美联储无限宽松，资金像洪水推高美股、台股、A 股、港股乃至加密货币。特斯拉一度市值超过丰田、大众、福特的总和，比特币几个月翻几倍，台积电市值直奔全球前10。散户开户数暴涨， Robinhood 一夜之间成了投机象征， TikTok 上充满带你3天翻倍的视频。熟悉吗？这和1986年台湾电台播股价、菜市场聊股票其实没有本质区别，不同之处在于监管和市场机制更成熟。美国经历过1987年的痛，所以有了熔断机制。2020年疫情爆发，美股4次熔断，但市场并未崩盘，联储和财政部快速出手，资金被兜住。台湾也早就不再允许无约束当冲，机制像安全带，不保证你不受伤，但至少不会瞬间摔成重伤。可是机制并不能解决人性，泡沫仍然在轮回。2021年的元宇宙，2022年的 NFT， 2023年的 AI 股，都是一次次这次不一样的趋势。人们还是会在上涨时相信永恒，在下跌时绝望弃守。市场的 DNA 没有改变。那我们该怎么理解1987与1990？它们像是两面镜子。黑色星期一提醒我们，复杂的金融工程和自动化机制可能在极端情况下反手就是绞索。台湾股灾提醒我们，当市场变成全民赌场，赚钱是集体幻觉，崩盘才是现实宿命。至于今天，最大的风险不是没有熔断，不是缺少政策，而是人类永远学不会克制。当下的 AI 热潮、地缘政治、全球流动性博弈都可能成为新一轮的故事背景。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会突然翻篇，但我们知道一旦翻篇，速度会远超你想象。所以1987年和1990年的意义不是怀旧，不是猎奇，而是一个冷酷的提醒，牛市的尽头不是天堂，而是悬崖。如果你正在看盘，正在买股票，记住这句话，这次不一样往往是最危险的4个字。历史不会直接重演，但它会押韵。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，1990年的台湾股灾，都像巨响的雷鸣，把人从发财的幻梦里惊醒。可一阵子之后，人们又会忘记，继续寻找下一个神话。当年的美国投资者很多在股灾后离开股市，但10年后互联网泡沫再起，他们又冲了进去。当年的台湾散户股灾后立誓再也不买，但几年后科技股热潮又蜂拥回到证券行。人类的记忆，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记忆，总是短暂的。如果你问股灾为什么总会发生，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人性的贪婪和恐惧从未改变。在上涨时，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不够贪；在下跌时，我们又总是被恐惧淹没。股市像一面放大镜，把人性的缺陷无情地扩大，直到整个市场被情绪主导。今天的市场已经有更多安全阀、熔断、保证金要求信息披露，但安全阀不是护身符，再强的制度也挡不住全民都相信自己不会输的时刻。回头看1987和1990，那些数字、图表、政策其实都不如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刺痛人心。有年轻人辞职炒股，一夜之间财富腰斩，从此背债数十年。有家庭把房子抵押追高，股灾一来，房子和未来一起被吞掉。有人站在证券行的门口，盯着大盘崩落到怀疑人生，最后再也没有回家。这些故事背后都是2个字：代价。所以不管今天的你身处哪种市场，是追 AI、追黄金还是追加密货币，都请问自己一句：如果明天重演1987或1990，你能不能撑得住？
投资不是去追逐神话，而是学会活下来。市场不会记得你，但你的家庭、你的生活会。最后，让我们把这句话留在心里：在贪婪中保持冷静，在恐惧中保持理智，这才是唯一能穿越股灾的护身符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